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迪丽热巴最近一路开挂，一周就连拿3项重磅好成绩，电影破20亿，拿下 Vogue 双峰预热高珠展。这一周的娱乐圈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不是谁塌房，也不是谁吵架，而是迪丽热巴把流量花的天花板往上推了一大截，彻底把大家对90后女演员的想象改了版。不是那种空喊顶流的改，是拿票房和封面实打实砸出来的新高度。先把最硬的2件事摆在桌面上。7月28日，功夫女足票房突破20亿，这意味着什么？很简单，她成为内地第7位票房破20亿的女演员，靠的是正在热映的一部电影，而不是累积10几年拉几10部作品凑出来的总和。紧接着7月29日 ，Miki Moto 直接甩出一条顶级馆藏颈链，让她带着出现在高珠展预热大片里。主食是29.5克拉天然海蓝宝石，中心再配一颗18.9毫米澳白珍珠，链身全是多层 Aqua 海水珍珠和南洋珍珠，重工为镶。重点不是多贵，而是这条项链是 Miki Moto 的高级珠宝馆藏，此前从未公开发售。一个刚拿下20亿票房的女演员，转头就被顶级珠宝拿出压箱底来配，这在内娱已经不是简单的代言，是地位的直接体现。很多人只看到她这周忙，但没意识到这是影视和时尚第一次在她身上完美咬合。电影给她的是市场，珠宝和杂志给她的是品味和影响力。然后 Vogue 中国版送出了一记补刀，她解锁 Vogue 2026年8月刊实体单人双封面，这个规格放在5大女刊里是能写进封面史的那种。先看数据， Vogue 中国版创刊21年能拿到实体单人多封面的女明星只有4位，前3位是张曼玉、舒淇这种已经被公认是殿堂级面孔的人，迪丽热巴是第4位，也是90后第1位。这句话真正要强调的是2个字：首位。不是其中1位，不是也算有，而是第一。在90后女演员里，她从这一刻开始是有明确梯队差的。这次封面主题叫《仲夏夜之梦》，听起来很温柔，但拍法一点都不轻松。全程在旷野实景完成，靠自然天光，整整拍了2天。推风品牌是 Dior 独家，她身上穿的是 Dior 2026秋冬高定，内地首封，珠宝则搭配的是 Miki Moto 顶级珍珠。高定、顶级珍珠、野外实景，这3样叠在一起，是典型的资源顶配加执行难度拉满。对于杂志社来说，这样的配置不是天天有，对艺人来说更不轻松。拍摄地点是一个很大的森林公园。第1天的天气不算给面子，阴天、闷热、蚊虫多。迪丽热巴第1套造型是红裙，躺在草丛里拍，绿色草地配红色长裙，画面很鲜明，很张扬。但你去想一下，阴闷天气下躺在草里，舒适度基本为0。第2套是和兔子互动，她抱着兔子做一些温馨有趣的动作，片子出来后情绪感很足。还有一组是隔着薄纱拍的，人在内，镜头在外，靠纱来营造层次。现场工作人员看监视器时都在当场评价，说画面好看。那天蚊虫多到需要喷驱虫液，她喷完就继续拍，全程没说要休息，也没因为闷热而剪掉什么造型。穿的还是偏厚的 Dior 秋冬女装，在那种环境下拍外景，不靠空调，不靠棚内打光，对体力和状态很吃。很多时候，大家看成片只说好美，但真正把大片拍出来，离不开这种不叫苦、不躲难度的专业态度。长镜的是范鑫，2个人已经是第6次合作。范鑫的风格很明确，擅长用自然光，
把浓颜系艺人的古香优势放大。这次在户外拍，靠着天光和旷野的风，把她立体舒展的面部轮廓做到了很高的完成度。网上不少评价都提到，这组封面几乎没有废片，每一帧都能直接拿出来用。这不是夸一句颜值高就完事，而是说明她在镜头前的控制力和可塑性，确实达到了杂志想要的水准。这组封面真正重要的地方，其实不在单人双峰这个形式，而在她终于打开了自己的时尚标签。过去，公众对迪丽热巴的刻板印象很稳定，要么是红毯上的浓妆华服，要么是古装剧里的西域美人，统一标签是明艳新疆女郎。这次封面里，她有白衬衫，有黑西装，也有雾蓝纱裙，3种完全不同的气质，她都能接住。白衬衫那组干净清爽，是明亮但不攻击的感觉；黑西装那组气场拉满，冷静锋利，更偏职业感、现代感；雾蓝纱裙那组则是轻柔梦幻，情绪更缓慢。同一个人在同一组封面里能切换这几种风格，对时尚杂志来说，这就是材料够不够用的直观标准。很多人误解时尚资源，以为谁热度高，封面就来找谁。但5大女刊这种级别，本质上看的不是你有多少粉丝，而是你能不能给杂志足够大的发挥空间。你能驾驭的风格越多，表情层次越丰富，肢体语言越自然，编辑和摄影师能做的东西就越多，他们才会反复找你合作，愿意给你更高的封面规格。迪丽热巴这次拿到单人双峰，本质就是她从红毯好看、古装适配升级到了大片可塑。这一步算是打破了自己之前的风格限制。回头看她今年的女刊进度，就知道这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从1月的时尚芭莎开年刊，到3月的 L 开季刊，6月的家人生日刊，再到7月这次 Vogue 收官，8个月时间，她集齐了5大刊。在90后女演员里，这个速度是独一份。别的同龄人可能还在为1-2本头部刊努力排期，她这边已经把一个完整的女刊组合走了一遍，而且是各有主题和内容的那种。这不是多那么简单，是稳定且高质的累积。更关键的是，她的影视和时尚现在是彼此给对方加分，而不是互相拖后腿。功夫女足20亿票房，证明她在荧幕上的市场号召力已经到了一个新台阶。这一点直接提升了她在品牌眼里的商业价值和在杂志眼里的话题能力。而 Vogue 双峰顶级珠宝加持，则证明她在时尚场域的表现力也够用。这样一来，她在剧组选角色时，在品牌选合作时，都多了一份议价空间。你可以明显感受到，她不再只是被选择，而是开始有能力选择。很多人会问，迪丽热巴这次的提升到底有多大？可以从3个维度看。第一个，她的个人标签从单一审美转向多面审美，不再只是漂亮的新疆女孩，而是可以撑起多种风格的女演员。这对她未来接戏是有直接影响的。角色不必局限于异域美人或古装浓烈角色，可以放进更多现代线、职业线甚至文艺线的尝试。第二个，她在时尚圈的位置被明确抬了1级，5大刊集齐，加上 Vogue 单人双峰和顶珠馆藏级项链，这些都不是一次性的风光，而是把它放进一个更靠前的队列里。时尚圈很现实，谁的应绩效好，谁的表现稳定，谁就会被推到更中央的资源位。他这次的组合操作就是可持续合作对象级别的信号。第三个，他在整个90花里的角色发生了改变。以前讨论90后女演员，很多时候是横向排坐，大家的区别主要还是谁的剧多，谁的商务多。而在这周之后，
他站到了一个别人很难够到的位置。不是说别人没机会，而是目前的综合结果确实拉开了差距。20亿票房加5大刊集齐加 Vogue 双峰加顶级珠宝馆藏，这样叠起来是一个综合能力的展示。当然，从观众角度来说，有一点需要提前想清楚：影视和时尚捆在一起，很容易把一个人推向更高的曝光频率。这种时候，最怕的是急着消费完，拍一堆没有质量的作品，出一堆无意义的通告，把本来可能走很长的路变成短跑冲刺。这次功夫女足的成功，给她加了很大一笔信任。接下来，她能不能继续拿作品说话，是决定这个高度能不能站稳的关键。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她这波节奏是健康的。一部在市场上被认可的电影，上的是大盘；一个在时尚圈被承认的双峰和顶珠大片，走的是长线。这两件事互相给对方托底，让他的事业版图不再只是单条路。这样的人设构建，对当下娱乐圈是有参考意义的。不是靠炒作，不是靠无休止的综艺堆叠，而是靠作品加品味一起往上走。我观察下来，迪丽热巴这一周真正杀疯的地方，不在热搜次数，而在于她很冷静地完成了一次身份升级，从漂亮的流量女演员升级为有票房、有时尚、有拓展空间的90后代表人物。这升级不是别人封的，是票房数据和封面规格共同给出的。在一个被流量弄得有点浮躁的娱乐圈里，这种靠硬指标说话的升级，不光对他自己是好事，对整个行业也是一种提醒。好好拍戏，好好合作，尊重专业，资源不是不给，都是一步步积出来的。这周的结论可以简单一点：迪丽热巴不只是火，她开始变得难替代。